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知识能改变命运，识字能让人变得更聪明。但仔细一想，有时候识字多了，反而容易陷入另一种困境，就像走在一条看似光明的大道上，却不知不觉拐进了岔路。钱钟书先生用他特有的幽默和深刻点出了这个现象。他说，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敌大，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敌大。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教育和知识的另一面。钱钟书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带着一种犀利的洞察力，让人在笑声中思考人生。这句语录出自他的散文集，他不是在否定教育的重要性，而是提醒我们，教育如果只停留在表面，识字如果只是为了识字，那么人可能会从一种陷阱跳进另一种陷阱。想象一下，一个不识字的人在生活中容易被人欺骗，比如签合同时看不懂条款，或者听信别人的花言巧语。但一旦识字了，人就开始接触书籍、报纸、网络文章，这些印刷品或数字内容看似权威，却可能充满偏见、错误信息，甚至虚假宣传。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信息的海洋里，每天一睁开眼，手机推送、社交媒体、新闻头条就扑面而来。识字让我们能阅读这些内容，但如果不加辨别，我们很容易上印刷品敌大。比如说，网上流传的健康谣言，或者那些包装成科学知识的伪理论，他们利用人们的识字能力，让人误以为是真的。钱钟书先生的话，在今天看来更加贴切，因为印刷品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数字世界。这让我想起个人成长中的一个关键点。真正的教育不仅仅是学会识字，而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会质疑和反思。当我们读到一个观点时，不要立刻全盘接受，而是多问几个为什么，看看证据是否可靠，来源是否可信。钱钟书先生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博览群书，却从不盲从，总是用独立的眼光看待事物。从钱钟书的智慧中，我们可以学到人生成长的道路上，避免上当需要一种平衡。不识字固然受限，但识字后如果缺乏判断力，反而可能被更多虚假信息包围。这就像学骑车，一开始不会骑，容易摔倒，学会后如果骑得太快或不看路，更容易出事故。所以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一方面传授知识，另一方面培养智慧。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因为识字而自信满满，却在不经意间被印刷品误导。比如投资理财时轻信那些夸大的广告，或者健康养生时盲目跟随网红推荐。钱钟书先生用幽默的方式点破这一点，不是为了打击人，而是唤醒我们的自省。他提醒我们，识字是一种工具，工具用得好能造福，用不好反而害己。在个人成长的旅程中，钱钟书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一种警钟，他告诉我们要不断学习，但也要保持清醒。现代人面临的信息过载问题比钱钟书时代更严重，那时候印刷品主要是书籍和报纸，现在则是无穷无尽的数字内容。如果我们不加以筛选，就容易迷失在信息的迷雾中，上当受骗而不自知。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上当呢？首先，我们可以从钱钟书的生活智慧中汲取灵感。他一生热爱读书，却从不死读书，而是活学活用。他强调独立思考，鼓励人形成自己的见解。
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在接收信息时放慢脚步，多花时间验证事实。其次，培养一种健康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而是有理有据的分析。最后，记住教育的本质是让人变得更自由，而不是被另一种形式束缚。钱钟书先生的语录虽然简短，却蕴含着深厚的人生哲学。它不只是关于识字和上当，更是关于人性中的弱点与成长中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更好的自己，但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陷阱。通过理解钱钟书的智慧，我们可以更从容地面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从而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总之，钱钟书先生的话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教育和知识的双重性。他提醒我们，识字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成长在于如何运用知识，避免上当，活出智慧的人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有所收获，在纷繁的世界中保持一颗清醒的心。人生中总有些时刻，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微微涟漪，说不上惊天动地，却让人心生暖意。那种感觉淡淡的，却又真实存在，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留下内心的一丝悸动。钱钟书先生曾经用一句简单的话捕捉了这种心境。他说，女孩子第一次有男朋友的心境，也像白水冲了红酒，说不上爱情，只是一种温淡的兴奋。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让我们不禁停下来，细细品味其中的意味。想象一下，一杯醇厚的红酒，原本色泽深沉，味道浓烈，代表着那种炽热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但当白水冲入其中，红酒被稀释了，颜色变浅，味道变得柔和，不再那么强烈，反而多了一份清淡的温润。这就像女孩子第一次面对男朋友时的心境，那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种淡淡的、温和的兴奋，仿佛心中有一盏小灯被点亮，照亮了未知的世界，却又不至于灼伤自己。这种兴奋源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对人际关系的初步探索。它不像成熟的爱情那样深沉复杂，而是简单而纯粹，像春天里第一朵花开，悄悄绽放，不带任何负担。钱钟书先生作为一位文学巨匠，他善于用生活中的小比喻来揭示人性深处的真相。这个比喻不仅描绘了少女的心境，更提醒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许多情感体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时间和沉淀。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被各种信息轰炸，追求速食式的爱情，渴望一见钟情的浪漫，却忽略了这种温淡兴奋的可贵。它就像人生中的第一个台阶，虽然不高，却至关重要，让我们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感。这种心境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避免我们在情感浪潮中过早地被淹没，而是慢慢的、安全地踏入爱的领域。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钱钟书的这句话启示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看似平凡的时刻，都蕴藏着成长的种子。第一次有男朋友，对女孩子来说可能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她开始关注自己的外表，学习如何表达关心，甚至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这种温淡的兴奋不是爱情的全部，而是爱情的萌芽。它教会我们耐心和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需要急于求成，而是让它自然生长，最终才能结出甜美的果实。钱钟书先生通过这个比喻，鼓励我们欣赏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不要总是追求浓烈的情感，
而是学会在平淡中找到幸福和意义。当下，许多人陷入一种误区，认为爱情必须是强烈的、戏剧化的，否则就不算真实。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浪漫故事，让人误以为初恋就应该像电影一样精彩。但钱钟书的智慧提醒我们，真实的生活往往更温和，更贴近人心。那种白水冲红酒的心境，其实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它允许我们慢慢适应变化，避免因过度兴奋而做出冲动的决定。在个人成长中，这种温淡的兴奋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稳固的关系基础，因为它基于真实的感觉，而不是虚幻的幻想。回过头来想想钱钟书先生的一生，他本人就体现了这种温和而深邃的智慧。他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生活哲学家，善于从日常小事中提炼出普遍的真理。他的作品如《围城》，常常用幽默和讽刺来揭示人性的弱点，但背后总是带着一份宽容和理解。这个关于女孩子心境的比喻，正是他这种风格的体现。他不评判，不指责，只是静静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种智慧尤其珍贵，因为它教会我们在快节奏的世界中慢下来，珍惜那些微小的温淡的时刻。我常常和大家分享，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由无数个这样细微的瞬间串联而成。第一次拥有男朋友时的心境，或许只是人生长河里的一滴水珠，却能折射出整个成长历程里的懵懂与蜕变。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类似的阶段，无论是爱情里的初次心动，友情中的初次交付，还是事业上的初次尝试。那些第一次带来的兴奋，往往带着几分温淡的青涩，却藏着深远的意义。正是这些瞬间，让我们慢慢学会在情感与理性间找到平衡，既不被一时的冲动裹挟，也不因为过度克制而错失真心，最终能在人生的选择里多一份清醒，做出更贴合内心的决定。钱钟书先生的话，就像一位老朋友在耳边的轻声叮嘱，温柔地提醒我们，别只顾着追逐远方的目标，也别忘了俯身拾起生活里这些细碎的小美好。它们看似微小，却是滋养成长最珍贵的养分。扩展一下，这种心境还可以联系到中国传统国学中的中庸之道。儒家强调过犹不及，凡事要是度。白水冲红酒的比喻恰恰体现了这种思想，兴奋但不过度，温和而不冷淡，这是一种理想的情绪状态。在个人成长中，我们往往追求极端，要么全情投入，要么完全逃避。但钱钟书的智慧告诉我们，中间地带往往最安全、最有益。它允许我们逐步学习，逐步成长，而不是一下子跳到深渊边缘。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太多，容易让人迷失。钱钟书的这句话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回归简单的道路。女孩子第一次有男朋友，那种温淡的兴奋其实是一种自然的健康的情感反应，它不应该被夸大或贬低，而是被尊重和理解。作为父母或朋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如何支持年轻人度过这些阶段，而不是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立刻成熟。成长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这种温淡的兴奋作为缓冲。最后，钱钟书先生的人生智慧早已超越爱情的范畴，直指生活的本质。他教会我们要用平常心看待世间万物，对待情感亦是如此。那种白水冲红酒般的心境，或许会随时间流转，
可能沉淀为更深沉的眷恋，也可能在岁月里渐渐淡去。但这份体验的价值从不在最终的结果，而在经历时的每一份真切。在个人成长的旅程中，我们都会遇见无数个这样的第一次。第一次踏入职场时的忐忑与期待，第一次独自旅行时的新奇与慌张，第一次面对失败时的失落与不甘，这些时刻都带着类似的温淡的兴奋。没有极致的狂喜，却有藏不住的悸动；没有强烈的冲击，却在心底留下清晰的印记。我们就在这份兴奋里学习新的技能，在这份温淡里反思过往的得失，一步步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所以亲爱的听众，下次当你邂逅生活中的第一次，不妨回想钱钟书先生的这句话，静下心来欣赏那份独有的温淡与兴奋，不必急于给它贴上好或坏，有价值或无意义的标签，就让这份情绪自然流淌，像溪水轻轻漫过石头，没有喧嚣的声响，却带着浸润人心的力量。这份智慧不仅能帮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的内心，懂得接纳每一种情绪的存在，不强迫，不急躁，也能让我们以更包容的眼光看待他人，明白每个人的成长里都有相似的悸动与迷茫，从而多一份体谅与共情。成长的路或许漫长，但每一步都值得用心珍惜。正是这些带着温淡兴奋的时刻，像细密的针脚，一点点编织成我们人生中独一无二的锦绣画卷。钱钟书先生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止一句富有哲理的话语，更是一种从容自在的生活态度，一份能穿越时光，始终指引我们的永恒启示。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和不足，但有趣的是，人们总能为这些缺点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把它们说成是优点。这种自我美化的现象其实深植于人性之中，它让我们在面对批评或失败时能稍微好受一些。钱钟书先生就曾以他独特的洞察力点出了这个真相。他说，所以我们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灵活，无才便说是德。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保护机制。钱钟书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作品以幽默和智慧著称，常常一针见血地揭示人性的复杂面。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他不是在嘲笑我们，而是在提醒我们，人性中这种自我补偿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当我们吝啬时，我们可能会说自己是在节约经济，这是一种合理化。当我们愚蠢时，我们可能强调自己的诚实，以此来掩盖不足。卑鄙的行为被解释为灵活应变，而无才无德则被美化为德行高尚。这种补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自我安慰，它帮助我们维持自尊，避免面对痛苦的真相。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种补偿机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意义。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地面对自己。举个例子，想象一个在生活中非常吝啬的人，他总是斤斤计较，不愿意花钱。如果他一直告诉自己这是经济节约，他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这其实影响了人际关系，甚至阻碍了自己的幸福。同样，一个愚蠢的人，如果总是以诚实为借口，拒绝学习新知识，他可能会错过成长的机会。钱钟书的智慧就在这里，他并不是在否定补偿的积极作用，而是鼓励我们看清它，从而避免自欺欺人。在现代社会，这种现象更加普遍。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的完美一面，缺陷往往被隐藏或美化。比如，有人可能工作能力不足，却说自己注重生活平衡；有人自私自利，却标榜为个人主义。这种自我美化的趋势虽然能短暂地提升自信，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让我们陷入停滞，无法真正进步。钱钟书的话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提醒我们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接受缺陷是第一步，但接受不意味着放任，而是要通过自我反思，找到改进的方向。钱钟书的智慧教导我们，补偿机制可以是一种缓冲，但它不应该成为我们逃避成长的借口。相反，我们应该学会利用这种意识来推动自己变得更好。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常常以经济为名吝啬，不妨试着反思，是不是可以更慷慨一些，从而丰富人际关系。如果你以诚实掩盖愚蠢，那就主动学习，提升智慧，这样补偿就不再是障碍，而是成长的催化剂。钱钟书先生的人生智慧不仅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会整体。在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曾面对自己的缺陷，但他们没有停留在补偿上，而是通过努力克服了他们。想想孔子，他曾经说过“知耻近乎勇”，意思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勇于改正，这才是真正的勇敢。钱钟书的观点与此相似，他鼓励我们从补偿中觉醒，追求更高的自我。这种智慧在今天这个充满压力的世界里尤其珍贵，它能帮助我们保持内心的平衡，同时不断前进。当我们聆听钱钟书的这句话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为自己的缺陷找过补偿？我是不是在无意中美化了缺点？这种反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适，但正是这种不适，促使我们成长。人性是复杂的，我们都有弱点，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们。钱钟书的智慧不是要我们否定自己，而是要我们更真实地活着，从而获得更深层的幸福感。在结尾，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于是他以诚实为盾牌，逃避挑战。但后来他读到钱钟书的话，意识到这是一种补偿，他开始努力学习。虽然过程艰难，但他最终找到了自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智慧不在于隐藏缺陷，而在于面对他们，并从中成长。钱钟书先生留给我们的正是这种永恒的启示，他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多一份清醒，少一份迷惑。总之，钱钟书的这句话虽然简短，却像一颗种子，种在我们心里，慢慢发芽。它提醒我们，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但这补偿可以是起点，而不是终点。让我们带着这份智慧，勇敢地面对自己，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谢谢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心灵的获得感。生活中总有一些简单的瞬间，能像一道突如其来的光芒，照亮我们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温暖与活力。这种光芒往往来自于一个真诚的笑容，它能在刹那间驱散心头的阴霾，带来希望与人际间的连接。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这句话不只是对笑的生动描绘，更藏着对人生智慧的深刻洞察。它提醒我们，
笑这种看似平凡的行为，实则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足以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滋养我们的个人成长。钱钟书先生用电光比喻笑，精准捕捉了笑的瞬间性与感染力。电光一闪而过，却能瞬间划破黑暗。同样，一个笑容或许只持续几秒钟，却能立刻扭转氛围，让人的心情从阴翳转向晴朗。当我们展露笑容时，眼睛会变得格外有神采，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不仅是主观感受，更是生理的真实反应。笑能带动面部肌肉舒展，促进血液流动，让整个人看起来更鲜活，而唇吻间闪烁的牙齿光芒，不只是外在的明媚，更是内在喜悦的自然流露。这种发自心底的笑意毫无虚饰，能轻易感染身边的人，让快乐在彼此间传递，织就一段共享的美好时光。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笑更是一种强大的成长工具，能帮我们从容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压力。现代人常被忙碌与焦虑裹挟，工作中的紧迫任务，人际关系里的微妙矛盾，对健康的隐隐担忧，都可能让人身心俱疲。而笑就像一剂天然的治愈良药，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这种自然的快乐激素不仅能减轻身体的疼痛感，更能快速提升情绪，驱散负面感受。当我们学会在困境中依然能挤出一个笑容，其实是在悄悄培养内心的韧性，不被一时的挫折打垮，能在低谷中保持向上的力量，更快从失意中恢复，带着更成熟的心态面对下一次挑战。钱钟书先生的智慧正在于此，别低估笑的力量，它不只是情绪的宣泄，更能帮我们筑牢心理防线，让成长的道路走得更稳更从容。笑还能成为社交粘合剂，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常变得疏离，我们习惯了隔着屏幕交流，却渐渐忘记了面对面互动的温度。而一个简单的笑容恰恰能打破这份疏离，它无需语言，却能传递我对你没有敌意，我们可以友好相处的信号。试想在公共场合，若你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报以微笑，对方多半会回以善意的浅笑，这短短1秒的互动，便能让陌生的环境多一份温暖。钱钟书先生的话也启示我们，笑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能化解潜在的尴尬，增进彼此的理解。对个人成长而言，培养爱笑的习惯，能帮我们建立更健康的人际网络。当他人感受到你的善意与亲和力，自然更愿意与你靠近，在你需要时提供支持与帮助。毕竟人生从不是孤军奋战，笑这种无声的语言，能帮我们收获更多同行的伙伴。更进一步说，笑还能激发创造力与创新思维。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处于轻松愉快的状态时，大脑的思维会更开放，更容易跳出固有的框架，产生新奇的想法。钱钟书先生本人就是幽默与智慧的化身，他的作品里满是机智的玩笑与辛辣的讽刺，既带着对人性的通透洞察，又不失诙谐的趣味。正是这份爱笑的思维，让他在文学领域独树一帜，留下《围城》这样跨越时代的经典。我们从他身上能学到，笑从不是逃避现实的鸵鸟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策略。用轻松的视角看待难题，反而能发现之前忽略的角度。在个人成长中，若能学会用幽默化解困境，就能打破思维定式。比如工作中遇到瓶颈时，不妨先放下紧绷的神经，
和同事聊个轻松的笑话，待心情放松后再重新梳理思路，往往能事半功倍，找到更巧妙的解决方案。然而在当下的生活里，很多人却渐渐忘记了如何真心微笑，甚至觉得开怀大笑是一种奢侈。我们被电子设备绑架，沉浸在虚拟的信息洪流里，刷不完的短视频，回复不完的消息，让我们连停下来感受快乐的时间都没有。钱钟书先生的这句话就像一盏明灯，提醒我们回归生活的本真，别被外界的喧嚣裹挟，珍惜那些能带来笑容的小事，可能是家人晚餐时聊起的趣事，可能是朋友发来的一个搞笑表情包，可能是路边看到的一只动跳的小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积累起来便是巨大的幸福。个人成长从不是追求多么宏大的成就，而是在日常里捕捉这些小确幸，而笑正是其中最容易获取也最珍贵的一种。若想培养笑的习惯，其实无需刻意为之，从一些小事做起即可。每天花几分钟看一段轻松的喜剧片段，或是读一本充满趣味的散文，也可以练习专注当下，吃饭时认真品味食物的香气，散步时留意路边的花草。这些正念时刻能帮我们发现生活里藏着的小乐趣，让笑容自然浮现。钱钟书先生的智慧也在鼓励我们，别等万事俱备才去笑，快乐从不是等出来的，而是选出来的。选择在当下感受美好，选择用笑容面对生活，人生便会在这份选择里变得愈发丰富明媚。总之，钱钟书先生对笑的描述不仅仅是一句美丽的文字，更是一种生活哲学。他告诉我们，笑是人性中的闪光点，能照亮我们自己，也能照亮他人。在个人成长的旅程中，让我们多笑一笑，用这种电光般的力量去创造更明亮、更充满希望的人生。记住，每一个笑容都是对生命的礼赞，它能让我们的眼睛更亮，牙齿更闪，心更暖。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一切都准备就绪，满心期待的要付诸行动，却突然被外界的变故打乱节奏。那种感觉就像一股蓄势待发的力量被硬生生压回心底，无处释放，只能默默沉淀，渐渐发酵。钱钟书先生曾用一句生动的话描绘这种心境：计划好的行动和说话全用不着，闷在心里发酵。这好比学生念好了书，倒是忽然考试延期，更不痛快。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深深戳中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的共同体验。当努力与期待落空时，那种莫名的失落与焦躁。钱钟书先生作为一位文学巨匠，他的智慧往往源于对人性细腻的观察。这个比喻里，学生代表了我们这些普通人，考试则象征着人生中的各种目标或挑战。学生辛辛苦苦念好了书，意味着我们付出了心血，做好了充分准备，满心以为能一展身手。但考试突然延期，就好比现实生活中的意外，可能是工作项目的取消、旅行计划的泡汤，或者一次重要约会的变故。这种时候，我们不仅感到失望，还有一种被戏弄的无奈，因为那份准备好的能量无处宣泄，只能憋在心里，慢慢发酵成一种复杂的情绪，比如焦虑、烦躁，甚至自我怀疑。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钱钟书先生的这句话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本就充满变数，计划再周全，也难免遭遇意外。这种闷在心里发酵的过程，虽然让人不痛快，却未尝不是一种内在的锤炼。想象一下，
当一个学生面对考试延期，他最初可能会抱怨、沮丧，但如果他能静下心来，这段额外的等待时间反而能让他更深入的复习，或者反思自己的学习方法。同样，在现代生活中，当我们计划好的行动用不着时，那份发酵的能量可以转化为自我提升的机会。比如，你精心准备了一场演讲，却因故取消，与其让失望吞噬自己，不如利用这段时间打磨内容，或者思考如何更灵活地应对未来变化。钱钟书先生的人生智慧恰恰藏在这份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包容里。他从不是鼓励我们逃避计划、放弃准备，而是倡导一种富有弹性的心态，学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守住内心的平衡。现代人常常陷入一种认知误区，认定凡事必须按预设的计划推进，一旦偏离轨道，就等同于失败。可这种僵化的思维只会让意外降临时的挫败感与痛苦加倍。钱钟书用发酵一词来形容计划落空后的内心过程，本身就暗含深意。发酵在自然界中从非全然负面，反而是一种奇妙的转化。就像酿酒需要时间让粮食发酵出醇厚酒香，发面需要耐心等面团发酵出松软口感，都需历经一段看似闲置的时光，才能孕育出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情绪，计划落空时的失落与不甘，若能妥善对待，同样能发酵出价值。或许是在沉淀中打磨出更成熟的心智，学会与遗憾共处，或许是在调整中碰撞出新的创意，发现原本未曾设想的可能。回想你自己的经历，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筹备许久的事突然半路夭折，起初的懊恼与失落，或许到后来反而成了转向新方向的契机。我认识一位朋友，他耗时数月备考职业资格证，却因疫情导致考试延期，最初他整日闷闷不乐。可这段意外多出来的时间里，他不仅沉下心把知识点复习得更扎实，还利用碎片时间学了一门数据分析技能。最终考试顺利通过后，这份额外的技能竟成了他求职时的加分项，为他开辟了新的职业路径。这正是钱钟书智慧的现实写照，闷在心里的发酵未必全是煎熬，它或许正在默默酝酿着成长的养分。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来看，这句话还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强调内在修养与顺应自然的平衡。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并非指消极不作为，而是倡导不强行对抗事物本性，在可控范围内做好自己，其余便顺应规律。儒家提倡慎独，是说当外部环境无法掌控时，应转向内心的自省与沉淀，从自我修养中寻找应对的智慧。钱钟书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想必也融汇了这些传统思想的精华，再用最平实的语言传递出来。这份智慧对现代人而言尤为珍贵。在追求效率与掌控感的快节奏时代，我们总想着把人生每一步都规划得严丝合缝，可人生本就像一条奔流的河，难免有迂回的弯道，突如其来的波澜，从不会完全按预设航线前行。学会让计划落空时的情绪自然发酵，不强行压抑那份失落，也不任由愤怒爆发，而是给内心一点时间消化沉淀，才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培养出真正的心理韧性，既能承受意外的冲击，也能从冲击中汲取力量，走向更成熟的自己。当然，这种发酵过程并不容易，它要求我们有足够的自我觉察能力。当计划用不着时，我们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责怪他人
抱怨命运，或者自我否定。但钱钟书的比喻提醒我们，这就像学生面对延期考试不痛快是正常的，但关键在于如何转化这种不痛快。你可以选择让它在心里腐烂成怨气，也可以选择让它发酵成动力。个人成长的核心就在于这种选择。通过反思和调整，我们能从失望中提取教训，比如更灵活地制定计划，或者培养更开放的心态。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钱钟书先生本人的生活。他一生历经战乱和政治动荡，许多写作和研究计划都被打断，但他从未停止学术追求，反而在逆境中积累了深厚学识。他的作品如《围城》就充满了对人性幽默而深刻的剖析。这或许正是源于那些闷在心里发酵的时刻。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这份智慧同样适用，无论是职场、家庭还是个人梦想。计划落空是常态，但只要我们学会接纳和转化，就能在发酵中找到新的生机。最终，钱钟书先生的这句话教会我们，人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场充满意外的旅程。那些用不着的计划和说话闷在心里发酵时，别忘了给它时间，时间会让它沉淀出智慧。当我们面对现代生活的压力时，不妨慢下来，倾听内心的发酵声，或许它能引领我们走向更成熟的自己。记住，不痛快只是暂时的，而成长是永恒的。通过拥抱这种过程，我们不仅能减轻焦虑，还能收获更多心灵上的获得感，让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和深邃。人生中，我们常常被一些遥远的目标所吸引，它们像夜空中最亮的星星，闪烁着诱人的光芒，让我们忍不住想去追逐。但当我们真正踏上追寻之路时，却可能发现，那光芒背后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阴影。钱钟书先生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理想不仅是个引诱，并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去做以后，它变成了残酷的对照。这句话简单却深刻，道出了理想在我们生活中的双重角色。它既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又是让我们直面现实的镜子。理想这个词听起来就让人心潮澎湃，它代表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是那些还未实现的梦想，比如一份完美的工作，一段真挚的爱情，或者一个改变世界的计划。在未行动之前，理想就像一幅精美的画卷，每一笔都勾勒出美好与希望。我们会被它的美丽所引诱，忍不住想象成功后的喜悦。这种引诱就像一种甜蜜的陷阱，让我们忽略可能的困难与挑战。钱钟书用引诱这个词，精准地捕捉了这种吸引力。它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投入时间与精力，甚至牺牲当下去追求未来。但理想的意义从不只停留在引诱的层面，它还会在现实的碰撞中悄然转化为一种讽刺。这里的讽刺指的是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当我们满怀热忱真正踏上追寻之路，曾经光彩照人的理想往往会褪去滤镜，显露出粗糙的底色。就像许多人怀揣创业梦，总以为当上老板便能摆脱束缚，自由自在。可真的躬身入局才发现，要应付没完没了的琐事，承担随时可能降临的资金压力，直面一次次失败的打击，此时的理想变成了残酷的对照。它清晰地凸显出现实中的不足与挫折，让当初的憧憬显得有些天真，甚至让人在失望中生出几分可笑的自嘲。钱钟书先生正是通过这种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对比，点透了理想的双面性。
它既是点燃我们前行的火种，也会在现实的磨砺中给我们上一堂深刻的清醒课。不过，这种从引诱到讽刺的转变，并非是理想本身不好，而是揭示了人性中一个常见的特点：我们总习惯美化未知的事物，心理学上称之为乐观偏见，指人们在面对未来时，往往会高估好事发生的概率，低估潜在的风险与困难。钱钟书作为洞察人性的学者，早已在作品中生动展现过这种矛盾。围城里的方鸿渐始终在追寻理想中的爱情与事业，他渴望纯粹的感情，却在婚姻中陷入琐碎与误解；他期待有价值的工作，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沦为围城中的困局者。这样的经历之所以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正是因为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个人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模样。在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愈发凸显。想想那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带着改变世界的一腔热血投身职场，却很快被重复的工作流程不得不做的妥协抹去锐气，或是那些立志追求健康生活的人，精心制定了严苛的健身计划，却在惰性与疲惫面前一次次半途而废。为行动时，理想是高悬的星辰，让我们心潮澎湃，可真正去做了，它却变成了残酷的对照，既暴露出现实的骨感，也照见我们自身的弱点与局限。但钱钟书的智慧从不是让我们放弃理想，而是鼓励我们以更理性、更清醒的态度面对它，不盲目沉迷于理想的美好，也不因现实的落差而全盘否定初心。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理想的引诱与讽刺其实是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它教会我们谦卑，让我们放下不切实际的傲慢，明白世界从不是非黑即白，人生也没有绝对的如愿以偿。它也推动我们自省，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中，看清自己的能力边界，找到需要改进的方向。当我们不再执着于理想必须完美实现，而是学会在过程中汲取经验，调整策略，内心的韧性便会在一次次磨砺中逐渐增强。钱钟书先生的一生便是对这份智慧的最好诠释。他在文学与学术领域成就卓著，却从未被大家的光环裹挟，始终保持着低调与反思，不高估自己的成就，也不回避研究中的挑战。正是这份清醒与谦逊，让他能从容应对生活中的起伏，在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中，留下了跨越时代的精神财富。那么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这种智慧呢？首先，我们可以设定现实可行的目标，避免好高骛远。理想不应该是一座遥不可及的高山，而是一步步攀登的阶梯其次。学会欣赏追求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只盯着结果。过程中的努力与成长，往往比最终的成功更有意义。最后，保持幽默感与弹性，当理想变成讽刺时，不妨一笑置之，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沉溺于失望。钱钟书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对理想的描述，更是对人生哲学的提炼。他告诉我们，理想是美丽的，但现实是复杂的，唯有平衡二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获得感。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里，人们常常被各种理想所诱惑，比如财富自由、完美关系，但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看清真相，找到内心的平静。回过头来看，钱钟书的智慧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他不鼓励我们逃避理想，而是倡导一种清醒的追求。当我们理解理想的引诱与讽刺，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挑战，
在成长的道路上越走越稳，最终这种洞察力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更有深度。记住，理想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一部分。它的美丽与残酷共同塑造了我们的故事。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这句话初听好像是个玩笑，但细细品味，却能咂摸出许多关于人性、关于表达、关于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的自我与他者的深意。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人真的像狗一样长着一条尾巴，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高兴的时候，尾巴摇得像风中的旗帜；紧张的时候，尾巴夹得紧紧的；害怕或是示弱，尾巴就垂下来。一切情绪一目了然，直白简单，不掺假。可我们人呢？我们没有这样一条天然的诚实的情绪，只是气。我们要笑要哭要怒，全得靠一张脸，靠眼神，靠声音，甚至靠刻意训练出来的身体语言。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脸，我们的表情太容易说谎了。钱钟书先生点出的正是这种属于人类的独特的困境，因为我们没有那条尾巴，我们的喜怒哀乐就不得不经过一番加工，再呈现出去。这加工的过程有时候是下意识的，有时候却充满了自觉的操控。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喜怒不形于色，要沉稳大气，不能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摆在脸上。于是我们学会了微笑以示友好，哪怕心里并不舒服；我们学会了皱眉表示关切，哪怕其实并不那么在意；我们甚至学会了用面无表情来隐藏内心的惊涛骇浪。我们的表情不再仅仅是内心情绪的自然流露，它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社交的货币，一种自我保护的铠甲。这让我们的人际交往变成了一场极其复杂而疲惫的舞蹈。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解读别人的表情，同时也在精心编排自己的表情。我们害怕被看穿，又渴望被理解；我们怀疑别人的真诚，又担心自己的真实不够得体。钱钟书先生说这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说的就是这种真诚的耗损。很多原本可以简单直接传递的情感，因为绕了这么一个大弯，掺进了太多别的东西，反而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彻底变了味。就像一杯清水被倒进一个个形状各异的杯子，又被加入各种调料，最后谁也尝不出它原本的清澈了。这不仅仅是人际之间的隔阂，更指向我们每个人与自己内心的一种疏离。当我们习惯于用表情来表达而非流露，我们与自己真实情绪的距离也就悄悄拉远了。我们甚至会开始困惑：我此刻的愤怒是真实的吗？我的开心是够分量吗？因为我们太熟悉那种应该有的表情了，以至于有时候那个表情反而跑得比真实的感受更快。这是一种微妙的自我欺骗，一种为了适应社会而付出的代价。但钱钟书先生的话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批判，他的语气里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俏皮的惋惜，一种带着笑意的深刻。他仿佛在说，你看，人类就是这么一种有趣的生物，上帝的一个小疏忽就给我们带来了无穷尽的纠结、麻烦，但也恰恰是这种缺失造就了人性的复杂与深度。如果我们都有一条诚实的尾巴，那文学、艺术、心理学乃至一切探究人心的学问，恐怕都会失去大半的魅力。正是因为我们的表情不可靠，我们的内心难以直接触摸，我们才有了猜测、试探、揣摩，才有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感叹，才
才有了对真诚一词永不熄灭的渴望和追求。所以这句话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观察，更是一面镜子和一个温柔的提醒。它让我们照见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也过于依赖那些社会化的表情，而忽略了内心真实的声音。它提醒我们在解读他人时，是否多一份耐心和善意，去理解那表情之下可能隐藏的波澜。最重要的，它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这个没有尾巴的世界里，努力去做一个更真诚的人。不是用尾巴去摇，而是用心去交流，用行动去证明，让那份因为上帝的懊悔而降低的效果，在我们自觉的选择和修养中重新找回来。这或许就是钱钟书先生那略带幽默的话语背后一份沉甸甸的人生智慧。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时刻，面前摆着一串诱人的葡萄，颗颗饱满，有的青涩，有的紫红，散发着甜美的香气。这时你会怎么做？是迫不及待地摘下那颗最圆润、最成熟的纤长为快，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最好的那颗留到最后慢慢享受？这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其实背后隐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幸福的定义，甚至是我们整个人生轨迹的缩影。正如钱钟书先生那句经典的话所点出的，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这句话简单却深刻，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中的两种基本倾向，让我们不禁反思，自己在生活中是属于哪一种人，又该如何从这种选择中学到成长的智慧。钱钟书先生作为一位文学巨匠，他的智慧往往通过这样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让人一听就懂，却又回味无穷。这个葡萄的比喻不仅仅是在说吃水果的习惯，而是在隐喻我们面对机会、享受，甚至人生重大决策时的两种心态。第一种人选择先吃最好的葡萄，他们代表的是及时行乐，抓住当下的类型。这些人相信生活无常，快乐转瞬即逝，所以宁愿先享受最好的部分，免得后悔。第二种人则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他们体现的是延迟满足，注重长远的性格。这些人认为，通过忍耐和等待，最终的回报会更甜美，也更值得期待。这两种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但他们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个人成长和幸福感。先来说说第一种人，那些先吃最好葡萄的人，在生活中，他们往往是乐观主义者、行动派，敢于冒险。比如在工作中，他们可能会抢先接受挑战性的项目，享受过程中的刺激和成就。在人际关系中，他们倾向于表达情感，不拖延爱意，生怕错过机会。这种心态的优点在于，它让人充满活力，减少焦虑，因为享受当下能带来立即的快乐。但缺点也很明显，如果总是先吃最好的，可能会发现剩下的葡萄越来越酸，生活逐渐失去惊喜，甚至导致后悔，因为最好的东西已经被消耗掉了。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这种人需要学会平衡，避免冲动，以免在短期享受后面临长期的空虚。相反，第二种人，那些把最好葡萄留到最后的人，通常是规划者、思考者，善于自我控制。他们像储蓄者一样，将快乐积攒起来，相信未来会更好。例如，在学习中，他们可能会先攻克难的部分，把轻松的留到后面作为奖励。在财务上，他们更倾向于存钱投资，而不是及时消费。这种心态的培养，有助于培养耐心和韧性，
这是个人成长中至关重要的品质。延迟满足，也就是把享受推迟到以后，能让人在追求目标时更持久、更专注。但风险在于，如果过度延迟，可能会错过当下的美好，甚至永远等不到最好的时刻。因为生活无常，计划赶不上变化。钱钟书先生的这个比喻提醒我们，第二种人需要警惕，不要因为等待而让生活变得枯燥或遗憾。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两种心态之间找到平衡呢？这就是钱钟书智慧给我们的启示。个人成长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学会根据情境灵活调整。有时候我们需要像第一种人那样勇敢地享受当下，比如在健康、亲情或创意迸发时抓住机会，不让美好溜走。另一些时候，我们又需要像第二种人那样忍耐和规划，比如在职业发展、教育投资或长期关系中，为了更大的目标而暂时牺牲即时快乐。关键是要有自我意识，也就是自我觉察能力，能反思自己的倾向，并做出明智的调整。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往往容易陷入极端，要么过度追求即时满足，沉迷于短视频、快餐文化，导致注意力分散和满足感下降；要么过度延迟，总是说等我有钱了，等我有空了，却忘了生活就在眼前。钱钟书的这个葡萄比喻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内心的选择。它鼓励我们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在盲目的先吃最好的，还是在机械的留到最后？通过这种反思，我们可以培养更健康的生活哲学，既享受当下的甜蜜，又为未来储备美好。举个例子，想象一下，你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有一块美味的蛋糕和一杯普通的茶。如果你先吃蛋糕，你立刻感受到甜蜜和放松，但喝茶时可能觉得平淡。如果你先喝茶，把蛋糕留到最后，喝茶的过程可能有些乏味，但吃蛋糕时会有加倍的喜悦。这小小的选择映射出我们对幸福的管理。在个人成长中，这种管理能力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避免极端，找到中庸之道，从而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钱钟书先生的人生智慧往往这样贴近生活，让人在平凡中发现深刻。他的这个葡萄比喻不仅适用于个人，还可以扩展到团队、家庭甚至社会层面。比如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可能会争论是该给孩子立即奖励，还是培养他们等待的习惯。在职场中，领导者需要平衡短期业绩和长期战略。通过这些应用，我们看到钱钟书的思想具有普适性，能指导我们在复杂世界中做出更和谐的决策。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你是哪种人？或许有时候是第一种，冲动而热情；有时候是第二种，谨慎而耐心。没关系，人性本就是多元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重要的是，我们从钱钟书的话中获得启发，开始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习惯。这样，我们就能在吃葡萄的过程中品味出更多人生的滋味，酸甜苦辣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最终，钱钟书的这个简单比喻教会我们，人生就像一串葡萄，每颗都有它的价值。无论是先吃最好的，还是留到最后，关键是要心怀感激，享受每一刻。因为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选择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通过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完整、更幸福。愿我们都能从这串葡萄中汲取成长的营养，活出更丰盛的人生。